如果你的一生永远都在为家人奔波，然而付出到头换来的却是嫌弃和鄙夷，你会选择怎么做呢？嗨，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我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你们的前女友呀。希望大家能一边思考以上的问题，一边来看接下来的动画。成年女性的动画时间不在他处，正在此地。阿珍是个普通的女人，她温柔贤惠，勤劳节俭，在很多人看来，拥有这么多优秀品质的人一定会被别人喜欢吧。不过事实恰恰相反，丈夫对阿珍漠不关心，儿子无视她，女儿为了躲开他连家都不愿回。女孩子好几天不回家，当妈妈的自然要担心，就连看到电视上出现少男少女出事的新闻，都能让阿珍心情一揪。丈夫和她不同，对她来说，女儿的安全甚至还比不上自己的睡裤在哪重要，自私到肉眼可见。前段时间丈夫被裁员了，如今找到了份新工作，薪资待遇却大不如前，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阿珍也失去了泡澡的时间，每到晚上她就要登上破旧的自行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去便利店打工，在家当保姆，在外谋生计。如此看来，阿珍连家庭主妇都算不上，同事们还阴阳怪气地称赞她，哇，你的衣服好 fashion 啊。对此阿珍是满心无语，因为外套是儿子不要的，毛衣是女儿穿旧的，她里里外外都是别人剩下的。收银的工作简单又枯燥，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滴滴声，阿珍的思绪也飘远了。不管是在眼前购买计生用品的援交少女，还是门外借光的不良少年，都能让她想到自己的儿女。下班之前，阿珍会买一些特价食品带回去给家人做便当，不料同事大黄过来搭讪，邀请她去小酌两杯。阿珍拒绝的话还没出口，经理就支开了大黄，并提醒阿珍道：“离大黄远点，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阿珍成了他的好意，就回家做便当了。她辛劳了一夜，家人们却毫不体贴。丈夫悠闲地看早报，女儿没有音信，儿子照例一觉睡到大中午。阿珍其实也很困乏了，但是她不会抱怨，也没有时间抱怨。送走丈夫之后，阿珍才终于得空享受难得的清闲。这时却听吱呀一声，是5天不回家的女儿回来了。阿珍实在太困了，只能在混乱中思考，是该对女儿温柔点，还是严厉点的教育她呢？不过阿珍显然是想多了，因为女儿比她更生气。我碰见爸爸了，他让我按时回家，别总让你担心，所以你以后可以不要瞎操心吗？此话说出来实在是扎心。阿珍明白现在的状况是多说多错，所以与其浪费时间和女儿生气，倒不如抓紧时间补觉来的实在。话虽如此，可是阿珍只要一想到女儿出门在外乱交朋友，她就再也睡不下去了。幸好女儿的包里没什么不良物品。阿珍询问女儿这些天来她的行踪，换来的只是对方的冷淡与排斥。阿珍不禁怀疑，眼前的女孩真的是她10月怀胎的孩子吗？光是以上这些啊，就已经够让阿珍累的了。奈何世上最不缺的就是雪上加霜。阿珍还需要用本就不多的休息时间来探望自己的妈妈。爸爸去世之后，妈妈越来越唠叨，而且还心口不一，嘴上说着要是累了就别来，等阿珍真没去吧，她又会半夜打电话来叨叨个没完。阿珍正听着电话，丈夫就回家了，刺眼的光使得她睁不开眼。丈夫接下来的话更让人无语，阳台的衣服好像被淋湿了，你去捡一下吧。有的人就是这么奇怪，伸把手的事儿他非通知别人去做。面对这一状况，阿珍却早已习惯了，因为丈夫就是那种虽然会老实完成任务，但是只要没交代给他，他就什么都不做的人。仔细想想，这样的职员不被裁掉才奇怪吧。等阿珍收完衣服，妈妈还在喋喋不休，她索性拔掉了电话线，换来片刻的安宁。阿珍把打折食品递给丈夫，便出门去上班了。丈夫还假惺惺地提醒她，外面雨那么大，可以坐巴士去。对此阿珍无言以对，毕竟傻子都知道天这么晚了，巴士早就已经停运了。阿珍还是迟到了，人也变成了落汤鸡。女同事见她有点惨，就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她了，衣服很好看，阿珍不习惯。她注意到店里的睡衣有打折了，就想买给丈夫穿。大黄看她今晚不一般，马上走过来搭讪她，人靠衣装马靠鞍。大黄觉得这样打扮的阿珍比自己老婆都年轻好看，阿珍觉得有点尴尬，就用睡衣的事情岔开了话题。等到下班的时候，雨依旧是哗啦啦下个不停。都说否极泰来，此话放在阿珍这儿却怎么都不灵验，因为她的自行车被偷了。大黄还看似好心的表示可以开车载阿珍回去。熬夜回家的困倦让阿珍将经理的告诫抛之脑后，她上了大黄的车。如果年轻个10岁，阿珍也不会同意和男同事一起下班，但是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了，大黄应该不会饥不择食到这个地步吧。阿珍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快点回家睡觉。万万没想到，大黄还真是一匹饿狼，他居然调转了行驶方向，甚至还安慰道：“别担心，我会在你丈夫醒来之前送你到家的。”瞧瞧这是什么渣男发言。奇怪的是，阿珍的情绪毫无波动。是的，对此刻的她来说，去哪儿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能躺下睡觉，家还是酒店都一样。自私的家庭也让阿珍逐渐变得麻木。她忽然想到，以为人妻的自己都能被同事觊觎，那青春貌美的女儿岂不是面临更多的诱惑和危险？这个想法一出现，阿珍瞬间清醒了过来，眼下还是回家睡觉。于是她拼命大喊出声：“救命！有色狼啊！”这才得以脱困回家。画面一转，阿珍被女儿叫醒了。大白天的还在睡觉，您可真是清闲呀！
话里话外都包含着嘲讽。女儿想要搬出去，住到熟人家里，她不想再看见阿珍了，更讨厌阿珍的关心，这些东西压得她喘不上气。お母さんの顔見たくないの。私、お母さんみたいになりたくない。说着说着，女孩难过的不行，眼泪一直流，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熟人看不过眼，上前安慰了女儿，还自以为很懂得建议阿珍：“你给她的负担太重了，你们最好还是保持距离吧。”直到两人离开，阿珍都没说一句挽留。她平时说了太多担心的话，到了关键时刻却只想睡觉。躺在地上之后，阿珍恍惚间思考，自己真的做错了吗？她那么努力想要做好一切，晚上出门兼职赚钱，白天照顾丈夫儿女妈妈，既然如此辛苦，为什么还会被女儿嫌弃呢？这种被裁员的心情，丈夫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想着想着，阿珍睡着了。儿子回到家叫醒了阿珍，一觉醒来，阿珍似乎看透了一切，她不再纠结于照顾别人，不仅直截了当地挂断了妈妈的电话，还借走了儿子的自行车，永不归还的那种。儿子自然是不愿意，便顶嘴抬杠。他任性刁钻的性格刺激了阿珍多年积压的心酸，凭借着怒气上头，他终于不再温柔，亲手打向了儿子。阿珍第一次发现说出心里话好像并不难，于是她又回到了妈妈家，说出了憋了很久的话：“我还活着，但我不是为了妈妈而活的，也不是为了任何人。就这样，再见。”在妈妈震惊的眼神中，阿珍离开了。几天之后，阿珍照常上着夜班，经理很惊讶，不敢相信她居然能在那晚之后还心平气和的来上班。阿珍倒是看明白了，大黄对着中年女人都下手，该丢脸的是她吧？自己凭什么要辞职呢？对吧？下班回家的路上，阿珍的心情十分舒畅。她和丈夫不一样，丈夫只能看见眼前的小事，她却选择活在当下，什么都不再怕，不在他处，正在此处。观众老爷们有没有在阿珍的身上看见自己妈妈的影子呢？她隐忍辛苦，为家里操劳着一切，可惜没有人体谅，只把她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为丈夫是爱情，为孩子是母爱，为母亲是孝顺。既然妈妈要为了爱去牺牲自己的所有，为什么我们不明白家是需要家人一起经营的，压力是需要大家一起分担的呢？女儿害怕未来会变成阿珍，却不明白正是自己和其他人把曾经青春靓丽的女人变成了如今逆来顺受的样子。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我们和女儿有什么区别呢？那么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比心。